上个周日真的是太心潮澎湃的一天了。上午被学生们、被年轻人们激励着，下午傍晚的时候被大破节打动了。上午的时候告诉我年轻真好，到中午的时候我上了赛场，我发现我还没老。傍晚的时候看到34岁的大破节，为了最后那一秒，我觉得时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，但是无论年老年少，都不应该放弃对抗时间的勇敢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9号，星期二了，回来了。但这边还有好多工作要做，昨天一早的飞机就回来了。其实飞机就2个小时，但是现在你只要坐一航班，怎么着都得多半天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次高百的有意思的事儿。明天的强度课咱们穿飞电6E，明天跟大家分享这双鞋。天亮的越来越晚了，我今天快5点40了才出门，现在都快6点了，一点亮光还没有呢。早上好。大家好。回来了。昨天回来的。厉害。明天去马来西亚。去马来西亚。哪天回来？星期6的下午。刚才和大河源先生还有本田先生一起慢跑，然后大河源先生跟我说，本田先生买了一双李宁，他在亚马逊上买的。周日那个瓦伦西亚看的热血沸腾，最后冲线那一段，我都不自觉的我站起来了，我正吃饭呢。周日那天有点极限，那天从早晨到晚上，我吃了3片白吐司，一个 bagel 和一个小的那个杯面，在现场吃的那种，而且那杯面吃完还有点后悔，吃完不消化。因为我正好12点钟起跑，那天挺有意思。那天本来说的是12点钟起跑，后来我一看不对呀，12点前面都是一个人出发，就前面那几个名次靠前的队。我说我不可能跟某一个人，我跟某一个人影响人家的出场，影响人家出发的镜头这些。然后后来我又一想，我也不能跟着后边一大波人，因为我在那儿拍摄说话也会影响人家，毕竟这是个比赛。所以我就问那个清华那位学生，我说您还距他有多长时间？他说好几分钟呢。然后我就在他前面的人出发之后过了一会儿，我出发了，所以赛道就比较空旷。但我成绩还行，跑了58分半，3分37平均配速。因为不敢再快了，再快就更晃了。这相机在胸前，就只能稍微控制着点。但是确实不慢了，那个跑完第2天都会有一点点肌肉反应的，就比我的半马慢了，平均配速慢了7秒。但是这次特别的激动，特别的那种氛围感。就这种就是你不去看看，不去体验，永远感受不到现场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坦白讲，你说去之前说这是一个高百接力赛，它好像就在你脑子里是这么一个名字，但是你真去了，看到100个大学，加上后勤人员有400-500的年轻人们，还有工作人员们，然后在那儿跑，就不管快慢什么样子，就我在那出发点拍摄。第一棒出发的时候，我看这些人们，有的特紧张，有的特兴奋，有的在看赛道，就看起点边上在找自己的教练，找自己的同学。我边上有一位老大娘，跟那儿拿手机在找人。我说：“您的孩子在赛道上吗？”她说：“对。”哎，那个感觉真的特别不一样。所以去什么事儿都是，不管是一个活动啊，一个东西啊，一个人啊，一个地方，都是亲眼见到，感受就不一样。就像我现在跑这大坡一样，这个来见过我的小伙伴，跑过的，应该都感受到了
看，哈哈哈。然后小伙伴说：“哎，你这直播是不是没开增稳呀？那现在那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稳的了。就这种我提前试过了也。像那个运动相机有默认普通的增稳，然后高级增稳，还有地平线增稳，还有地平线校正。”每一个模式都试过了，这个是已经是最可以稳的方式了。但是它在胸前就是没办法，不像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。现在画面是拇指相机在头上，头是最稳的。但是这种拇指相机都不能直播，运动相机放头上就太重了。下次可以试试，这次主要是有好多不确定因素。当时特别紧张，我周六中午到的上海，就去组委会试设备。当时还差好多东西，当时没有那个胸带，也没有移动 WiFi， 都是现买的，只有一个相机。然后是移动 WiFi， 一开始买了一个那个华为的那个那叫什么随行 WiFi 3 Pro， 看中那个当时是说小巧，而且大品牌，但是呢那个有一个小问题是它只支持4G 网络，并不是说4G 网络带宽不够，直播的话跟4G 网络推1080其实都没事儿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4G 的基站越来越少，还有就是那种，就这种流量卡也效果也不好，所以到时候以后是720P 都不行，特别卡。后来我赶紧又买了一个中兴的那个，叫 U30 Air， 那个是比华为那个大好多，然后不能自己插卡，只能用它内置的2张卡，应该是 eSIM 吧，我不知道，不能插卡。然后是5G 的网络，就好很多。虽然测速表现都差不多，但是稳定性好很多。不过为了保险，我还是没敢推1080P，所以大家看到我的那个机位是720P 的，中间还好。然后就测试那个胸带的稳定性。我是先这样，我周六拿完这些东西，到晚上7点多我们才测试完毕。后来又商量怎么推流，就是大家看到我那个直播之所以能跟官方那个切，我不是推到了哔哩哔哩的推流，我是推到了那个导播车帮我推我的哔哩哔哩的流，就是等于它中转一下。这也是我之后想试试直播的一个方法，就我自己家里建服务，先收直播，这样就可以配数据层，甚至其实这个直播的抖动也可以解决，因为这种直播都有延迟，因为导播要切镜头嘛，他得看到有20-30秒好的镜头，他再切过去，所以大部分都延迟了半分多钟，甚至1分钟。所以它只要有这个时间，现在的算力就实时处理这半分多钟、1分多钟的防抖，就靠画面裁切防抖嘛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会出一期高百的节目，就当天比赛日的节目，我试试把我的直播录像做一下防抖的处理，再看看能不能超分一下，把720P 弄得清楚一点。就那天已经很尽力，就只能那样了。有上下坡转弯的时候特别抖，我也知道。然后我电话实时跟家属打着电话，你们看我拿到这新耳机，Open Run Pro 2波士顿的这款。本来想的是那个带 AirPods， 后来一想我要带一个入耳式耳机，第一是周围人的声音我可能听不见，第二是就是要频繁跟各种人交流，当天工作人员、B 站的朋友、组委会的朋友，
让人感觉怪怪的，所以带着这个通话效果还好，因为赛道周围没有太多的车。不过家属看到的信号是直播信号，会有延迟，所以我这儿听到他说再自己调整的话也不行。至于比赛，其实没什么太多说的。我觉得学生们跑成这样真的特别好了，尤其是最后一半那几位，前面那几位那都非常快。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发，可能他能超过我将近2公里了。不过其实我的优势，虽然我有年龄的劣势和不是从小练，但是我优势是我跑的多，时间长，所以你看我其实跑完这16公里，或者在16公里的状态里，跟大家聊聊天啊，怎么样啊？最后其实是挺热的当天，但是也没有很狼狈，所以跑得多，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笔投入。就跑量绝对是一个不能说立竿见影，但是你做了就肯定不会让你失望，肯定有收获的事情。因为大学生们，你看他们主要年纪不大，所以跑龄你说能有多长？其实没有多长的，他练成那样很了不起。但是呢，我的积累优势就也能看出来。特别感谢现场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如果有拍到我的照片或者视频想给我发，你们看我的哔哩哔哩的首页，我的空间首页有我的邮箱地址，或者您给我发个私信，我给您联系方式。因为那天拍了好多照，但是确实现场太匆忙了，我当时要准备各种事情，也没有在现场跟大家加联系方式。如果您希望或者您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的训练营昨天第1天开营，很期待大家的表现，也很期待我的表现。小伙伴们，12月9号星期二，晨跑结束，跑了16公里。明天周3强度课，周日那16公里跑完，还别说，虽然当时还行，但是是有点疲劳，因为确实就是一直在较着劲，昨天晚上半夜手机滴滴滴滴滴响了3次，就是分不同的3个时间段给我弄醒了3次，就是那种防灾警报就关不掉的，静音也没用，家里每一个手机都在响，说是北海道那边地震了，在本岛的最右上角，北海道的右下角。刚才碰见大原先生，我问他，我说昨天晚上被手机吵醒了吗？他说没有啊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地震了呀。他说地震了吗？然后转头问本田先生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哪地震了？就离青森很近，就是吃苹果的。大原先生不上周刚从那儿跑完马拉松回来吗？在海里，按这边的度量就是说是6度。然后那种评级就是我们用那种单位名称的评级，好像是7点多级，在海里看看别有什么次生灾害，但愿一切都好。那个警报声特别吓人，他昨天一宿也没睡好，就一会儿手机响一下，一会儿手机响一下。这边没有感觉，听早上起来看社交媒体，听在可能在东京的朋友吧，是有感觉的。上个周日真的是太心潮澎湃的一天了，感觉周末特别长又特别短。上午被学生们、被年轻人们激励着，下午傍晚的时候被大破节打动了。我觉得上午的时候告诉我年轻真好，到中午的时候我上了赛场，我发现我还没老。傍晚的时候看到34岁的大破节，为了最后那1秒，我觉得时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，但是无论年老年少，都不应该放弃对抗时间的勇敢。好吧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